Hello， 大家好呀，这里是七家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继续为大家带来《孔雀都市》第10章的故事。上一章我们说到，在熙通过对刘长官的审问，得知了俊赫民政首席没有通过的真相，原来是因为多年前公公拆迁案一事之后，他略施手段，成功挽回了俊赫的形象。之后他在工作的时候，收到了一封名为李雪真面目的邮件，里面正是李雪多年前做小姐的图片。回到本章，李雪因为遮挡自己肚子上的伤疤，不慎跌倒在俊赫怀中，而这一切也被匆匆赶来的在熙撞见。正当俊赫想要进一步发展时，两人突然注意到一旁的在熙，俊赫的美梦也因此泡汤。在熙强忍下怒火，关心起李雪有没有受伤。这时多恩来这里汇报工作，等汇报完，俊赫拉着在熙离开了这里。之后俊赫在办公室中拿出手机给在熙看，原来后辈知道他是公公的儿子，正义感爆棚的他对此很痛苦，所以才给俊赫发来短信安慰。俊赫借此也告诉在熙，后辈和李雪很熟，所以他想借李雪来安慰对方。在熙见此也不好再追究对方的责任。另一边，手下带着公公来见合伙男，公公张口就问起和陆英珠一起生活的室友的孩子去哪里了。合伙男意识到事情不妙，见合伙男还是不肯说，公公追问起他孩子是不是在7年前那天出生的。回到在熙这边，因为刚刚那件事，他对李雪的态度冷淡了很多，只是交代了要他和他们一起去见后辈。很快几人就赶到了餐厅和后辈见面，后辈对此非常意外，他本来以为只有俊赫一人。几句闲谈后，几人坐下等待上菜，期间在熙问起后辈是怎么和李雪认识的，后辈将差点撞到李雪的事情说了出来。事到如今，他还欠李雪2次饭局没请。趁着在熙和后辈没注意，俊赫故意拿脚撩拨李雪，李雪的反应仍然是保持沉默。不久后，在几人吃饭时，俊赫开始向后辈提出自己的想法。因为后辈对刑山洞惨案非常了解，所以他想让他想个办法，让他的抱歉看起来真诚些。见此，后辈表示俊赫可以举办一场演讲会。见俊赫嫌麻烦，后辈让他的演讲会和美术馆联动，年轻人中很流行美术演讲会。在熙听此，当场同意了下来。不过李雪却对此沉默了。之后在熙的施压下，他只好也点头同意。心中不安的他，在下班时找上了在熙。他看出在熙在生他的气，这让他觉得自己有点委屈。他问起在熙为何同意这件事，在熙并没有回答他，他已经开始怀疑李雪的身份了。两人不欢而散。另一边，单纯的后辈询问俊赫李雪如今有没有对象，俊赫看出对方的心意，所以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。他让后辈做好打算，毕竟不是所有人都是适合结婚的，像在熙这样能帮助他搞事业的女人已经很少了。两人的爱情是以这种形式呈现出来的。很快到了下班时间，李雪仍然在公司忙活，见在熙走了，她没有坚持多久也离开了这里。然而似乎一直有个人在跟踪她。之后她一路回到自己的小屋，神秘人也跟着她来到了楼梯口。谨慎的李雪听到动静后，通过窗帘发现了在熙，她连忙将在熙一家3口的照片收了起来，之后才将在熙接了进屋。在熙没有多说废话，从包中拿出李雪做小姐的照片。见李雪因此愣住后，在熙表示这也是为什么他突然对她冷淡下来，他感觉到李雪在欺骗自己。李雪赶紧向他解释，自己爸爸去世后，家里的重担都落到了他身上，为了守护年事已高的奶奶，所以他需要很多的钱，如果能得到某个大款的青睐，那就最好不过了，所以他才尝试去做小姐。然而他想要的并没有实现，不久后奶奶就去世了。被家里赶出来的他，也是那时生下了孩子。他知道孩子跟着他也是受苦，所以拿了笔钱就将孩子拿去送养了。在熙听此，瞬间没了对李雪的成见，还为自己误会了她进行道歉。婆婆在家吃饭时，公公手下突然闯了进来，他将公公叫了出去私下谈话。他经过了1天的调查，不仅没找到孩子的下落，还发现连孩子出生的医院都消失很久了，找到孩子无异于大海捞针，因此手下劝他放弃寻找孩子的想法。之后他问起公公，如果孩子真的如他猜测是俊赫生下来的，那么要怎么办？公公则告诉手下，找到孩子后带回他的身边。另一边，俊赫儿子想要让俊赫给在熙打个电话，然而俊赫却不想这么做。见孩子不依不饶，他让他自己动手。此时的在熙正和李雪一起散着步，因为误会解除，他对于李雪更加信任起来，两人的关系也更进一步。
见李雪担心起如今不知在何处的儿子，在熙安慰起他，对方肯定被一个好人家收养。聊着聊着就到了该分别的时候，等在熙坐上出租车后，李雪按原路返回，没走几步，他突然接到了合伙男的电话，对方将今天的事情说了出来。他是真的怕了公公了，准备离开这里。让他没想到的是，李雪也知道自己生孩子的事情被公公一伙人发现了。不过他并没有打算退缩，他要找到能同时救赎自己和西珠的方法。合伙男听此很生气，他不想让李雪和在熙走得太近，害怕李雪走上卢英珠的老路。李雪只好安慰起他，两人互道珍重后挂断了电话。很快李雪就回到了家，只是他发现临走时锁上的门被打开了。犹豫了一下后，他大着胆子来到屋中，结果发现在熙一家3口的照片粉碎了。除此之外，那张照片上的他也被一把刀刻着。在熙并不知道那边发生的事情，此时的他收到了儿子发来的视频，看着开心的孩子，他的心也放松下来。很快他就回到了家中，儿子已经昏昏入睡，看着自己的小天使，在熙喃喃自语道，不只是自己的儿子，李雪的孩子一定也会健康快乐的长大。而俊赫则接到了李雪发来的短信，看到对方表示会参加他的演讲会，俊赫不由暗暗开心，还将这件事告诉给了在熙。在熙的回答让他很满意，他想要的就是那种明目张胆的出轨。之后在熙给李雪发去消息，对他参加演讲会表示感谢。李雪见此意识到俊赫将事情说了出来，心情复杂的他给在熙说了晚安，之后又给俊赫发去消息，询问什么时候能见面。俊赫很得意，让他先等着，他有空就会联系他。关掉手机后，李雪拆开了一旁的小盒子，里面这是一些婴儿用品。时间来到第2天，准日因为小姑子的求情，向朱颜提出这周想和俊赫一家人一起吃个晚饭。一向跟在熙不对付的朱颜自然对此非常不满，两人再次闹了个不愉快。另一边，在熙找来了小普，他将重伤李雪的那份邮件转发给了他，想让他帮忙调查一下是谁发送的这个邮件。经验丰富的小普一眼就看出这种邮件的 IP 地址一般都会设置为国外，这件事不太好办。小普觉得与其在这里大海捞针，不如调查清楚李雪身边的利害关系，这样邮件的发送者自然会浮出水面。见在熙默认下来，他同意了接手此事。此时的俊赫正联系李雪见面，没想到李雪却让他来美术馆见面。俊赫自然不太乐意，毕竟在熙还在那里，李雪却似乎豁出去了，表示自己不在意。正当俊赫为李雪的大胆感到有趣时，老曹突然出现在了这里。他这次是为了国土部长官调查一事来的，他有点害怕，如果最后俊赫没能胜过准日，那么他辛辛苦苦的调查都将是白费功夫。俊赫听此面露不屑，似乎对大选一事胸有成竹。另一边，在熙也和婆婆讨论着这件事，等这次演讲会过去，俊赫的支持率肯定再创新高。不久后，在熙回到办公室忙起工作，而在熙也因此要进行演讲会相关的安排。从在熙这里拿到了演讲会场的出入卡之后，他一路来到了场地，在进行简单的观察后，他给俊赫发去消息，邀请他来场地一聚。很快俊赫应邀而来，他在幕后观察时突然听到了婆婆的声音，就这样他偷听到了一个让他吃惊的消息，孩子并不是在熙的，而是李雪的。李雪接到他的通知后来到了会场，随着电话铃声响起，他一路来到幕前，俊赫突然将他拉了进去，还要对他继续上次未完成的亲吻。李雪却以在熙快要来了做借口躲开了，然而这并没能阻止俊赫，他觉得自己一直生活在别人的安排中，事到如今他想通过李雪破一次例。就在李雪将要躲不过去时，在熙终于起身前往会场。此时的小普正在观察着李雪的简历，他发现李雪的毕业大学是韩国大学，之后通过搜索，他成功找到了对方的社交平台账号，其中李雪和一个女人的合照吸引了他的注意，他连忙从卢英珠遗物中拿出一个戒指，确定了照片上女人的身份。回到李雪这边，俊赫再次发动了自己的攻势，然而李雪再一次以在熙为借口躲过去。俊赫见此告诉他，他对在熙并没有过心动，而对他就不一样了。李雪听此突然问起他能不能和在熙离婚，俊赫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，而是直接吻了上去，这让在幕前的在熙如遭雷击。本章完。在下一章中，在熙重新不信任起李雪来，而准日和俊赫的聚会也开始了，到底还会发生什么事呢？我们下章再揭晓吧。七家的解说就到这里啦，关注七家不迷路，七家每天都会为大家带来最新的韩剧解说哦。动动小手给七家点个赞再走吧，我们下集再见喽，拜拜。